我派了那么多人去杀你，你怎么？我不离开，怎么由你动手？我们可是能扳倒3家之人，难道你觉得你比苏晋辉、谢霸等人还要更强吗？你们不是都中毒了吗？真是愚蠢，以为自己可以毒倒毒花。你的毒对我无用，而我的毒可以解所有人的毒。看来我们穆家被小瞧了呀。我来动手吧，大哥。莫急。苏兰丹，为何要怕？我跟着你，本以为能当上苏家家主，可你把位置给了苏沐雨。白痴！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，自认为能站在苏沐雨头上？你们本就不是苏家的人。我本不想杀你，但你刚刚说的那句话让我很想杀你。你曾是我们彼岸最重要的一员，在彼岸这里，就没有所谓的本家与无名者之分。你莫不会以为这些人加入彼岸，真的是因为那些可笑的理想？大家不过觉得那些老家伙们掌握了太久暗河的规则，想要找一个机会推翻他们罢了。刚好彼岸给了他们这个机会。兄弟，你走远了，你到不了彼岸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站在你身后的那个人，谁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找了靠山。罢了，我也懒得去猜是谁。那我就用你的死来作为对他的回答。在这里开始就杀过去，还是这里距离无双城还有几处关卡？第一次来，最后一道了，过了这儿就是无双城的城门。来了那么多次，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儿。无双城。 地位一天比一天差，妈架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兄台，你也是来做生意的？虽是生意人，做的都是江湖人的生意，一不小心掉脑袋的。我是个武器商，城里有座月霞铁匠铺，订了皮锤混弩，这次来取货。巧了，我也是。 有缘，有缘。来了来了，有人来了！终于来了！撤！论武堂，问道四剑。这问道四剑，在无双城中很有名吗？哎，无双城论武堂年轻一辈中最厉害的4名剑客。据说呀。 论武堂的剑长老专门挑了4名年轻弟子，分别代表剑道当中的轻、重、急、缓，想通过观察他们这4名年轻人的成长，创一门可问剑道之巅的剑法。所以这4个人被称作问道四剑。原来如此，剑长老的大名我倒是听过，这问道四剑听起来也有几分意思。 玉，哎，屠魔鬼这人长什么样来着？腰佩长剑，脸上还戴着面纱，
在那里。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中间那小子，你留下，其余闲杂人等速速闪开。兄弟，惹事儿了？无妨。有劳兄台帮我带下吗？不是我。行。你来无双城是做什么的？订了一把弩，到这里来取货的。可有人说你是来这做坏事的？谁说的？无双城城主大弟子卢玉宅，他拦我的路，想试试我手中的剑，我没同意。这便是无双城所说的图谋不轨。你不同意？那他怎么说？你把他的枪给弄断了？想要断他的枪，还不必出我的剑。那我们呢？一起上。有几分意思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复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字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至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。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，可
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！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！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！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你败了。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，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间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好爹爹，好爹爹，爹爹真好，爹爹真好。宗主，苏沐雨从碉楼小筑离开后，又去了千金台学堂，不过他没有进入学堂，眼下正在往青天剑走去。不用再等了，找到他，让他来影宗见我。是。暗河的鬼也敢来此处造次。请走，请进，还是还请国师明示。看来国师并不欢迎我。哟，请问贵客有什么需要？要见上访，再来一桌好酒好菜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好嘞。
楼上请。已经很晚了，终于来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哼，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只来了1日，可整个天启城的重要人物都知道你来了。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来了，所以今夜任何人来寻我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在他们眼中，你不过是想要知道我来天启城的目的，前来探寻的一员罢了。哼，你很聪明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你若现身，我们是第一个要来寻你的人。因为天启城的暗处，由我们来守护。听闻暗河苏家主剑法举世无双，我练的也算是剑，想试一试苏家主的本事。我的剑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试，至少你得在我的面前握住自己的剑。这便是传说中执三鬼的厉害，终于见到了。天启城影宗第一护卫团，鹰眼，站在暗河背后的是影宗。我是鹰眼首领乌鸦，奉宗主之命前来见你。我已经在外面等了许久，有很多人经过了这里，但都没有上来。看来暗河执三鬼之名，仍对他们有几分震慑。不过影宗前来寻我，也似乎合情合理。毕竟你们护卫的是黑夜中的天启。方才你说奉宗主之命，影宗宗主义母，宗主的大名不敢直呼。洛清扬的师傅，我知道他。洛师兄之名在我们影宗已经是一个禁忌了。接下来，今夜便到这里吧。你何意啊？今夜我想知道的，仅仅是你们的身份。至于其他的，明日再说。影宗，看来需要欠个人情了。这已经是13批伏击之人了，有人想拖延我们入天启的时间。是暗河，我收到传信，苏沐雨已经一人先行入了天启，他应该是趁着我们还未至，另有所图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太小瞧暗河。苏长河和苏沐雨，我可是对战过的，那可是2个了不起的年轻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希望他们2个才是我们的同伴。水官，此言何意啊？天启城的影宗已经没落了，而如今的暗河充满着希望，不是吗？愚蠢！暗河不过是被别人握在手中的剑罢了。
行了，速速赶路。今后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切莫乱说。他们不想做执散鬼和送葬师，只想做苏昌河和苏沐雨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我想做的只是苏恨水，不是水官。谁传来的信啊？丽丽苏沐雨喊我去办件事。哦。不是说第2日来，我等你多日了。第2日是你们定的，我们想哪一日来，便哪一日来。3日之后，宗主请你赴宴，悄悄的来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。大家长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？这一次是要取那黄泉当铺中的事物？带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摆渡之人。公子又来了。红英，你每日在此摆渡，黄泉当铺给你多少银子？想不到公子还记得奴家的名字。奴家在这里替人摆渡，不收银子，只等一个有缘人。那我旁边这位，可否做你的有缘人？大家长，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呀？公子可知，奴家所说的有缘是何意呢？你叫红英，红姓在这世上很少见，可是你的姓氏？奴家没有姓氏。今日之后你便有了，你姓穆，他是穆家家主，便是我说的有缘。暗河大家长，要抢我黄泉当铺的人。那间屋里的东西，自己挑选足够的筹码取走，但红英归我了。他们给你的令牌是假的，真的还在眼中。那边先欠着，等我取回真的令牌，你再去取筹码。一言为定。姑娘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穆家之人了。原来影中的敌人是琅琊王小若风，他召集的天启寺守护和内卫司夺走了影中的权利，所以当时影中给三官下了命令，让大家长亲自出手对付唐阿老爷，也是为了引唐灵月离开天启城，再借我们之手除去唐灵月，替他们抹去一个劲敌。天启城的这趟浑水，比我想象中更麻烦。你的身份，这样日日从那里撕离，难道就不怕被琅琊王他们发现吗？许多人都知道，我不甘心留在荒陵。若是我每天都老老实实的待在那儿守墓，怕是他们才最是担心吧。话说回来，宗主，那投名状近来如何了？你就让大皇子殿下等着瞧吧。
我会利用好暗河这把刀，来帮我们杀掉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好，宗主有这份自信是好事儿。何日与那纸伞鬼相见呢？3日之后，他便前来赴宴。那现在来的这道剑气，又是属于谁的？剑气强绝，杀气却是暗藏。一柄凶悍至极，一不留神便会反噬己身的剑。孙武宇，你大胆！你便是苏沐雨，很好。我约你3日后来见，你今日便来，为何呀？此行来此，不是尹宗找我们暗河，而是暗河来找尹宗。你想3日后见，而我想今日便见。你与传说当中的苏沐雨不太一样。传说中的我是如何呢？传说中的苏沐雨，比起一个杀手来，更像是一个剑客，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。可是你一来，便要拔剑，一开口，便要反客为主。如今暗河已无杀手，我身为苏家家主，自当需要强硬些。不过此处还是易宗主的府邸，我仍是客，不请自来，的确有些冒昧。若主家不欢迎，我也可离去。原本3日后，苏家主能吃得上斋月楼的见天宴，可惜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总得有待客之道。乌鸦在，通知厨房多备几个菜，我要与苏家主谈事。多谢。来，苏公子，请。苏公子一定还在困惑，暗河和影宗原本并没有什么联系，可是如今却忽然之间好像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暗河的任务都是提魂殿下派的，我们一直认为是江湖上有人出了高价，找提魂殿下了杀人的单，却没想到是尹宗下派的。要说起这段往事来，就要追溯到北离开国的时候了。这可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啊！可如今执掌暗河的苏昌河，以及我，和几百年前的隐卫团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无名者，身上流的并不是暗河的血。你错了，如今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家人，而我们要选择自己的路。两位公公还是如此谨慎啊！我已经给了这么多筹码，但还偏偏要走这夜路。王爷误会了，谨言只是走夜路，走习惯了。锦仙公公也要跟着吗？锦仙不才，只想再助一臂之力。那便有劳公公了。前面就是纵鱼街了。我感受到了，这里的气息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：
魑魅魍魉。锦仙公公，形容得当。哎呦，我这听你们说的，怎么这么吓人呢？吓人吗？你这辈子也害死过不少人，你知道这些人在临死之前心里有多恐惧吗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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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这个关头了，你就别再教训我了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但是我还是想活下去啊！有人放了迷烟。谁？要你命的人！我认出来了，你就是太师董柱身边那个护卫。太师也在名单上，该死！剩下的就交给永安王殿下了。小心，掌印剑由我亲自送你入城，你可会觉得荣幸？王爷，辛苦你了。玉，永安王殿下的武功，比起当年已经精进不少了呀。要不是你当年废去我的隐脉，我还不会有此时的成长。哼，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永安王殿下应该感谢我了。那我今日就废去你的隐脉，就当是对你的报答。齐炫，快走！徐怀公，是你杀了纪玉？是我，又如何？你圣上有旨。宣永安王萧楚河入宫觐见。参见父皇。圣上，奴才该死。谨言，你不愿意去守皇陵，所以引琅琊军入京。这本已是死罪呀，但你还试图利用手中的一份谋逆名单，引姑的几个儿子争斗，此罪那该怎么算呢？凌迟。是啊，凌迟。可是既然楚河已经告诉你，姑不会杀你，那姑自然就不会杀你，甚至不会让你去入大理寺啊！谢圣上隆恩，谢圣上隆恩。把列明书交上来吧。
你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上面的名字吧？嗯？儿臣不想。若是在我手中，自然是想。可是他现在在父皇手上，这个秘密本就该一个人知道。父皇要是想念，就念呗。吾不用看就能猜到，这上面是谁的名字。这第一个名字嘛，想必就是太师董柱啊！啊？哈哈。父皇。其实啊，这上面大部分的人并非想谋反，他们呢，只是认为孤不行了，北离是消失的，却不一定必须是孤的。你们有人要抓这上面的人，倘若真的是抓了，那么朝廷怕是就完了。唉，不过经此以后，也不会有人再想换一宗萧氏来继承这个皇位了。多谢父皇。孤的时日不多了，能帮你们的也不多了。你们呢，都要学会自己帮助自己。君王治天，重在治心呐。人心多变，就算这一次他们感谢父皇的恩德，但下一次他们动异心又该如何？那就杀了，一个都不留。宣锦仙，宣景仙。圣上，谨言若是放任江湖，必然遭人利用和追杀。若是将他打入天狱，想必他也会怪故。姑就把他交给你吧。啊，谨言、谨仙，你们可有异议啊？臣不敢。谢圣上，草民不敢。奴才样！谨仙，把谨言带下去吧。是。重儿，父皇，这份手书被销毁的事儿，你找办法，就在今日，要让全天启城都知道这件事。儿臣明白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事向上奏。你说。在虎贲军护送谨言的过程当中，大见谨宣违抗皇命，公然阻拦，还望父皇明鉴。谨宣，你给姑起来！陛下，方才楚河说的可是真的？陛下恕罪，谨宣的确想在谨言入宫之前救下他。你好大的胆子你！陛下，谨宣自幼与谨言一起入宫，虽然不是兄弟，但是却更似兄弟。此次他铸成大错，无可挽回。谨宣的确留有私心，想要救下谨言。
但是那份手书自然会留下，交给陛下的。锦轩大剑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笑？父皇，锦轩所作所为，并非一己私欲就能盖过，还望父皇明察。锦轩，自今日起，你禁足平心殿。若无辜的亲准，不准你踏出殿门一步。重儿，父皇，你来查锦轩私自出宫和抢夺手书一事。儿臣遵命。锦轩公公是父皇的伴读大监，从小陪着父皇一起长大。你想让父皇杀了他，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我今天没有打算就此杀他。父皇能把他关禁闭，我已经知足了。至于后面该怎么做，就得拜托二哥了。唉，这就是个烫手的山芋啊。不过相比锦轩大监，这个锦仙公公倒是更值得信赖的人。没想到他能为锦言做到这一步。不过是个愚蠢的人吧，空有能力和权力，却只想救一个不是同宗的师弟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你们又何尝是一路人？我和锦仙公公也不是一路人。若论意志力，我不如他。那你们两个人呢？难道有了点恩德，就能成为一路人了？哼！我们想法有些相同，不过走的路却千差万别。六弟，看来我们也不是同路人。是啊，我们走的是两条路，不过是偶尔交汇在同一条路上，走了一段罢了，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。二哥，以后的路只会更难走。父皇的身子，百病易治，心病难医。陛下，您和锦轩大监的情谊很深吗？是啊，锦轩呀，他是孤的伴读太监，与孤自小是在一起长大的。难怪他犯了那么大的罪，您却只是关他禁闭罢了。人在天启中，尤其是身居高位，哪能避免做些糊涂事呢？你看看当年跟孤在一起的这些人，一个一个的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已经离开了天启，唯独锦轩还在。孤啊，是真舍不得杀他。陛下，您是个念旧的人。华锦，孤还能活多久啊？陛下，您不要想这种问题，您只要相信我就好。孤自然相信你，只是孤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用你的医术，让孤再多活几天吧。
寒色静悄悄，转身江湖路迢迢。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命运狂滔滔，拨开岁月雾绕绕。过往空闹闹，是等待远途零九霄。檐下水渺渺，心声随景远轻渺渺。我想养才好，生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本皆啊。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下一同逍遥，有知交不寂寥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本皆傲。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下一同逍遥，有知交不寂寥。